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侯明昊告訴你對手演員多重要，搭譚松韻甜出蜜，搭娜扎像木頭遇水。在近期同期播出的多部劇集中，如果要評選討論度最高的男演員，侯明昊幾乎是繞不開的名字。前一部《入青雲》的熱度尚未完全消散，他便攜2部古裝新劇強勢回歸，《玉明茶谷》與《逍遙》幾乎同時上線。一部主打女尊設定與權謀糾葛，一部深耕仙俠愛情與宿命對立，兩種題材，兩種氣質，卻都將侯明昊推向了輿論中心。更有意思的是，這2部劇恰好成為一次極具代表性的對照實驗。同一個男演員，不同的女主搭檔，呈現出的化學反應卻截然不同。也正是這種強烈反差，讓觀眾再一次意識到一部劇能否讓人看得動，對手演員究竟有多重要。一邊是創新設定，一邊是審美割裂的《玉明茶谷》。從設定上看，《玉明茶谷》無疑是更具野心的一部。女尊男卑的權力結構本就自帶話題性，再加上試圖融合明治服飾《紅樓夢》美學與架空朝代的背景，主創顯然希望打造一部新古典主義的古裝劇。娜扎在劇中飾演榮家大小姐，身份尊貴，命運受困，本該是一個層次豐富、極具發揮空間的角色。可惜的是，理想與呈現之間仍存在不小的落差。不少觀眾在彈幕中直言，娜扎真的很美，但她更像是在拍一組精緻的動態寫真。鏡頭下的她，五官依舊無可挑剔，卻始終給人一種端着的感覺。無論是走路、轉身，還是情緒起伏的瞬間，肢體語言略顯僵硬，表情變化也不夠豐富。她試圖用眼神傳遞曖昧、壓抑或掙扎，卻往往流於表面，缺乏真正的情緒流動。與之形成對比的是侯明昊在劇中的完成度。他的打戲乾淨利落，身形輕盈，情緒戲中眼眶含淚卻不失克制，展現出角色在權力壓迫下的隱忍與脆弱。然而，當兩人同框時，問題逐漸顯現，眼神無法真正接住對方。有網友犀利調侃，像是2個人各演各的，氣場完全不在一個頻道。甚至有人笑稱他們的搭檔更像是性轉版法海與青蛇，缺乏情侶之間該有的曖昧張力，反倒是劇中的權謀爭鬥與人物內鬥更讓人看得津津有味。甜到出圈的逍遙，贏在互相成就。如果說《玉明茶谷》讓人感到遺憾，那麼逍遙則恰恰相反，成為不少觀眾的意外之喜。這部劇的設定並不算新鮮，身世不凡的小太陽女主對上被正道所不容的妖王男主，愛與偏見、正義與宿命的對立，都是仙俠劇中屢見不鮮的母題。但真正讓觀眾上頭的是侯明昊與譚松韻之間自然流淌的化學反應。譚松韻飾演的逍遙，半人半妖，卻始終保持着對世界的善意。她機靈、仗義、愛笑，遇事從不退縮。譚松韻標誌性的圓臉與自然笑容，讓角色自帶親和力，而她在情緒轉換上的靈動處理，也讓人物顯得格外真實。相比之下，侯明昊飾演的妖王角色，冷與柔並存，眼神中藏着仇恨，卻又在面對女主時悄然融化。尤其是情感爆發的戲份中，她的眼淚並非突兀宣洩，而是經過層層積累後的自然流露，讓不少觀眾直呼看得心疼。兩人的互動不需要刻意制造曖昧橋段，只是一個對視，一次拌嘴，一個下意識的靠近，就足以讓觀眾嘴角上揚。有網友評價的十分精準，他們不是在演甜，而是本身就很甜。雙引號，同一個侯明昊，不同的火花。回看這2部劇，不難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：侯明昊的表演水準始終在線，但最終呈現出的觀感卻天差地別。
原因並不複雜，表演從來不是獨角戲。在《玉明茶谷》中，他需要不斷主動輸出情緒，卻得不到足夠的回應；而在《逍遙》中，他與譚松韻之間形成了真正的情緒往返，彼此接招，相互成就。不少觀眾在社交平台上感慨，終於明白為什麼有的演員換個搭檔就像換了一個人。也有人直言，不是娜扎不努力，而是有些角色和組合真的不適合談戀愛。雙引號，爆款之外，是觀眾越來越挑剔的眼睛。如今的觀眾早已不滿足於顏值在線或設定新穎，他們更在意的是角色是否立得住，情感是否真誠， CP 是否有說服力。一部劇能否成為爆款，除了劇本與製作，更取決於演員之間是否能產生真實的情緒共振。從能演到好客，觀眾正在重新定義流量演員。事實上，這兩部劇帶來的討論早已超出了劇情本身。越來越多觀眾開始意識到，在當下的電視劇市場，單靠流量已經無法撐起一部劇的口碑。觀眾真正願意為之買單的是演員之間能否形成有效互動，能否讓角色活在彼此的情緒回應之中。有網友在長評中寫道，侯明昊的演技並沒有忽高忽低，變化的只是他對面的那個人。這句話看似簡單，卻精準點出了問題的核心。在《玉明茶谷》中，娜扎的角色更多停留在形象塑造層面，美則美矣，卻缺乏內在流動。她的情緒表達往往是單向輸出，很少能與對手形成真正的情感對話。當鏡頭切換到侯明昊時，觀眾能清晰感受到他的情緒鋪墊，但再回到娜扎的反應，卻常常接不住戲。正因如此，許多觀眾產生了一種微妙的不適感，不是劇情不合理，而是情緒斷層太明顯。這種斷層使得本該充滿曖昧與拉扯的情感戲，變成了形式化的橋段堆砌。譚松韻的鬆弛感恰恰是 CP 感的關鍵。與之相對的是譚松韻在《逍遙》中展現出的高度鬆弛感。她的表演從不刻意強調我在演甜，而是通過自然反應讓情感悄然發生。當侯明昊的妖王角色流露出脆弱，他不是急着用台詞回應，而是用一個眼神、一點停頓，給對方留出情緒空間。當劇情需要輕鬆氛圍，他又能迅速切換狀態，用細小的表情變化拉近人物距離。不少觀眾在彈幕中感嘆，他們倆像是真的在談戀愛，而不是在完成任務。也有人直言，這就是傳說中的互相托舉型搭檔。雙引號，正是這種雙向互動，讓逍遙的感情線即便套路並不新穎，卻依然能牢牢抓住觀眾的情緒。同題不同解，市場給出了最真實的反饋。從播放數據與討論熱度來看，逍遙的 CP 話題明顯更具延展性。二創視頻、剪輯混剪 CP 向同人討論層出不窮，而玉明茶谷的討論更多集中在設定爭議與造型美學上。有業內人士分析，前者讓觀眾願意追關係，後者則更像是看故事。這其中的差別恰恰體現了 CP 化學反應在當下市場中的決定性作用。越來越多觀眾不再滿足於顏值疊加，而是期待看到演員在對手戲中激發出的真實火花。當這種火花存在時，哪怕劇情老套也能被包容，而一旦缺失，再新穎的設定也可能流於表面。侯明昊的分水嶺或許正在到來。對侯明昊而言，這兩部劇更像是一次重要節點。他們不僅證明了他的表演穩定性，也讓市場看到了他在合適搭檔加持下的潛力上限。有粉絲在評論區留言，以前只覺得他適合少年感角色，現在才發現他其實很吃對戲。也有人表示，希望以後給他多配一些真正能對戲的女演員。雙引號，在流量更新極快的娛樂圈，一次成功的 CP 合作
往往比10次曝光更具說服力。侯明昊是否能借此找到更清晰的戲路，仍有待時間驗證，但至少目前來看，他已經站在了一個更被認真討論的位置上。結語：好演員需要好對手。回到最初的問題，對手演員到底有多重要？玉明茶谷與逍遙給出了再清楚不過的答案。當情緒能夠被回應，角色才能真正生長。當互動形成閉環，愛情才會令人信服。或許這正是觀眾願意為逍遙反覆回看，卻對玉明茶谷保持距離的根本原因。那麼，在你心中，你更認可哪一對搭檔的默契與火花？是形式感十足卻略顯疏離的權力關係，還是自然流動、甜而不膩的雙向奔赴？評論區的答案或許早已說明了一切。